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比格斯看到的未来预言。美国前总统川普呢，在13日遇袭之后呢，社群媒体当时开始疯传了一段影片嘛，就是基督牧师比格斯早在4个月前呢，就已经预言了川普会遭遇暗杀，甚至连细节呢也描述得相当到位，让许多人呢当时直呼毛骨悚然。那么这一部在3月15日发布的影片当中呢，比格斯就表示他说我当时就看到了川普正在崛起，然后我就看到了有人想要他的命，那这枚子弹呢刚好就从他的耳朵旁飞过，距离他的头部呢是如此之近，以至于把他的耳膜呢都震破了。而且他说这段话的时候刚好还摸着自己的这个右耳，而川普呢也是右耳擦伤流血。比格斯还说呢，川普躲过子弹之后呢，就跪倒在地，开始敬拜主了，他彻底的重生。现在呢，人们会说他得救了。那据比格斯说呢，川普遭遇暗杀呢，他看到了3幅画面。第一幅呢是有子弹穿过川普的耳边，在耳旁呢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声爆。第二幅呢是看到了川普流血。第三幅呢是看到了川普跪下开始祷告，并且呢表示下跪不是害怕，而是因为信仰呢得救成功。比格斯最大的困惑是不能够确定当时的时间，就像许多的做梦者一样呢，梦中往往会消失时间的概念。那比格斯同时还预言了川普将第2次当选总统。在7月4日呢，比格斯又做了一期9分钟的预言呢，这次他看到的都与地球的东方有关。他说他看到了朝鲜即将发生巨大的巨变，而比格斯还看到了日本、南韩、中国呢几乎为一体，被一种巨大的光芒和慈悲所笼罩。比格斯说无法看清具体的细节，但是直觉感觉呢有一股无法阻挡的力量在庇佑这片土地，并感觉到呢这股发生在与中国相关的巨大能量呢将会在未来首先影响整个亚洲，然后呢向全世界蔓延。那近些年呢，不少的东西方的预言家他们都做过的预言十分的相近，那就是都说在东方呢将会出现一位拯救世界的大圣者。那对东方来说呢，他们是弥勒佛下凡；对西方来说他们是弥赛亚再来。有无数的修道者或通灵者呢，都调节自身最大的能量，期望呢能够见识到圣者的容颜，能够跟随圣者解救众生。结果呢，均无功而返嘛。他们普遍的都反映冥冥之中蕴含有一种强大的护法力量，并不想过早的呢暴露这位救世主的行迹。比格斯能够看到川普遭遇暗杀等多次准确的预言呢，也看到了东方呢确实是有一团模糊的光团。有许多人对这些奇异的现象不以为然，甚至是给予了反科学的评论。那这到底怎么解释呢？比格斯的预言是看到而不是测算的，前者呢就是用灵异之眼来看，那后者的测算就相当于是解密数据分析嘛。而他通过梦境或者是遥视看到呢，是属于一种灵异的感知。那这个过程中就说明灵魂呢是具有高层次的生命世界活动的能力的。人类由于受到了物质时空的约束呢，只能够观察当下的环境。在高层次生命的世界呢，人类的过去与未来呢，一直都和当下同时存在。比格斯就说，层次越高，时间的跨度就越长，所以所谓的预言家呢，往往都是具备这样的灵性的能力，所以才会做出准确的判断。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预言家都能够达到很高的准确性，层次较低的这个预言呢，准确性就较差。因为他们驾驭时空的能力就较差嘛。而最近呢，比格斯再次发布了最新预言，他就说呢，美国大选当前呢是全球的焦点，而川普与贺锦丽呢剑拔弩张，而神呢告诉他将会有一件事情呢震动美国的政坛，它将会是一场大规模的揭露事件。随着事情的暴露呢，蒙蔽人们眼睛的布呢将被揭开，许多人呢将会清醒过来。而从灵界的角度看呢，是神将光照耀到了黑暗的角落。而那些试图控制人们思想的行为的黑暗力量呢，届时呢就会消退了。那人们呢被蒙蔽的心灵将会得到启示，了解到真相的人们呢将会重获自由。届时美国金融领域的黑暗呢也将被一一解开。比格斯就描述呢，神让他看到了美国的金融体系呢如同一个快要崩塌的大陆，整个金融体系已经摇摇欲坠了。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华尔街在进行恐慌的抛售，而人们呢当时忙着卖出的场面已经相当混乱了。比格斯就说呢，神告诉他所有的这些呢都将在24小时内发生。他不知道具体发生的时间是几月几号，但这将彻底的改变这一切。他就看到了过去的事物不再存在，所有的一切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比格斯就说呢，他还看到了超自然的财富转移，恶人积累的财富呢，将神奇的转移给了忠义善良之人。这可能用现有人类的思维呢是无法想象和理解的。神就说不要告诉任何人关于金融体系崩溃的事情，这样呢，当崩溃来临的时候他们就会感到震撼，这样才会唤醒人们。比格斯还说呢，将来有一天会有至暗时刻的来临。他说所谓的至暗时刻真的就是一片漆黑，不是说意识上的那种至暗时刻。他说他看到了美国到处是一片黑，而且大停电，而且是持续多日的那种停电，但紧接着呢就看到了光明的出现。所以呢，他就认为这个至暗时刻是美好未来的来临之前的必要经历的时刻。他就建议人们呢，在这个至暗时刻不要害怕，应该虔诚的祈祷，因为呢，在至暗时刻之后大面积的灵魂呢将会觉醒，人类呢将会得到进化。但这种进化并非是身体的进化，而是意识层面的进化，就像人类当初从一个动物诞生了意识一样。那这种进化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有很多人出现了意识沟通的能力，或者是读取他人意识的能力。他还看到了很多人出现了遥视的能力，看到未来的能力。有很多甚至有人能够通过意念呢影响物理世界了。他说这个超能力的出现并非是无中生有，也不是突然出现的，是原本人类的基因中就已经存在的一些能力，只是一直以来呢他们都被封印了，没有觉醒。所以并非天选之人才会出现这种超能力，只是这部分人的基因觉醒就会出现的。他就觉得这些能力的觉醒有可能是与我们未来的科技有关的。比如说他就看到了有些科学家在做人脑的脑机接口的研发嘛，结果被研发的人呢就激发了这种能力的觉醒，于是就出现了一些科学无法解释的情况，就是本来在研究怎么能够读取他大脑中的信息，结果呢阴差阳错这个人他就自己开始读取了别人的信息了。所以就有可能在研究中发现这并不是科学的结果，而科学也无法解释。这就是随着对人脑研究越来越多呢，无法解释的现象就会越来越多的出现，而越研究呢就越不明白。由于这种变化呢，物质的世界、精神的世界的界限呢，届时呢就越来越模糊了。那人们就对于世界的理解也开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一个改变，就意味着人的灵性呢也会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届时人们就对于时间的理解也会发生改变，人们就可以同时生活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中，真的是上升了一个维度了，相当于。他就说呢，人类这个进化呢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有一些人呢就是会先觉醒、先进化的。他还谈到了气候异常，他说美国会出现大面积的温度异常，以及呢超大型的龙卷风、飓风等等。那全世界的范围内的地震、火山、台风呢、洪水自然灾害都会大幅的增加，就是和往年不成比例的那种增加。他就说呢，这种现象不是单纯的气候现象，而是一种神谕，是神释放了一种信号。他就说这是世界要进入新时代、新纪元的一种准备。而这种意象呢，就是让人们意识到世界在发生转变，地球在发生转变，它已经不再是你认知中的那个世界了。他的意思就是在提醒你，这个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嘛。他说在遥视中呢，他还看到了奇异点，一种全新的社交媒体呢将会取代现有的网络和数码科技。而这种全新的社交媒体呢是完全有意识进行交流的，不打字、不语音，也没有视频，是全意识的一种社交媒体。比格斯在遥视中呢还看到了新能源领域的一个突破。他说有一种新型的能源呢将会取代我们现有的化学能源，它无污染，而且价格低廉。那么这种新型的能源是一种超越了现代物理学的能源，不是通过物理学的研究来发现的，也就是说它不是核能。他说这种技术呢我们当时是可以用，但是呢你就是不能理解，也无法解释。而这种能源呢从科学上也被认为是不可能存在的。他说这种能源很有可能就是来自于量子场或者是宇宙背景的能源，来自于宇宙中的一种能量，它不断的就辐射在宇宙所有的地方，包括地球。他说你拿过来就能用，以至于我们就认为这种能量是用不完的，类似于宇哥之前讲到的那个真空零点能的能量嘛。意思就是在宇宙这个空间里呢，真空之中其实是存在着大量的能量的。当两种力相互撞在一个点呢，我们就能够获取其中的这个能量。它是超级强大的一种能量因为用很少的一点点呢，就可以沸腾整个海洋，是一种神奇的能量。这也是当时尼古拉特斯拉提到的一种能量。他
他说这个能量诞生之后呢，人们就对于它给予了很高的期望，因为它可以解决很多的社会问题啊，比如说贫困的环境。但是由于他们和既得利益的集团产生了冲突嘛，就造成了它的普及呢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这都是他在遥视中所看到的。于是呢，就产生了一个几乎免费的能源。结果呢，这个能源还不让人们使用。那比格斯就说呢，他在遥视中还看到了人们在不远的将来呢，将公开和外星人发生接触。他说这个外星人和我们想象中的这个目前在影视作品中看到的那个外星人是不同的，因为严格的来说呢，他们并不是物理上的存在。与外星人接触呢，让人类的知识和科技呢得到了飞速的发展。那之前说到的那个新兴能源呢，有可能就与这些外星人是有关的。届时呢，我们的宇宙观呢也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他还强调呢，对方并非是敌对的，甚至可以说是来帮助我们的。但是外星生命的出现呢，确实让一部分地球人产生了恐慌和混乱。所以呢，也许我们应该从现在就做好心理上的准备。他说他并没有看到我们是在什么时间点和这个外星人产生了接触，但是他觉得应该很近很近，很有可能在10年之后。不过呢，近期发生的一些事件当中我们也会意识到外星人存在的一些征兆，比如说更多的那些超自然现象的目击报告，再比如说最近的那个天津机场事件、拉斯维加斯外星人现身事件等等。那通过了这些方式，目的就是让人们逐渐的开始慢慢接受外星人存在的事实嘛。那关于教育体系呢，比格斯就说，很多人接受的教育体系届时也会瓦解。他在遥视中看到的是，未来的教育是针对每一个孩子单独进行的，会针对他们的兴趣和才能量身打造教育。那这种方式将会成为一种主流，可能是1对1，也可能是多对1。这就是好多人都为你量身打造，看你适合什么你就学什么，不适合语文我们就不学，不适合数学就不学，而是发挥你的一技之长。那关于医疗体系呢，他说也会发生大的变革。他说西方这种以治疗身体为核心的医疗体系呢，将转变为身心灵结合的医疗体系，而且一种新型的医学呢将会诞生，它的名字呢叫做量子医学，是在量子层级进行的医学，届时会使得很多的这个绝症得以治疗。他强调这并不是说我们人类就没有疾病了，只是大部分的疾病是可以被治愈。那现在看来很难治愈的疾病，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很容易治疗了嘛。特别是在现代医学认为的癌症或者是自身免疫力系统疾病等等，将会出现一种全新革命性的治疗方式。那预防医学呢也会得到长足的发展，届时呢预防疾病就会变得更加的简单和普及了。总之就是说，人类的这个寿命会大幅的延长嘛。那关于科技呢，马斯克在推特就称，人类现在实际上已经是处于半机械人的状态了，因为我们的记忆大部分都已经外包给了电脑，外加越来越普遍的，比如说假牙、假肢血管支架，甚至是脑机接口等等，就说明人类的未来呢会越来越物质化、高科技化。那这种生命进化的方向和神话呢，刚好是相反的呀。于是就验证了这个马前课的第14课，占得此课呢，艺术乃终，前古后今，其道无穷。也就是说，未来的人体机械化会拒绝高级灵性，所以呢，义理就会不灵了。届时就会出现新型的算法，那就是人工智能嘛。那在2018年，谷歌最新开发的 AI 算法已经可以预测人的死亡时间了。根据研究人员表示呢，预测的准确率可以居然高达95%。那实际上，这样的研究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展开。当未来人体的物质因素越来越高，甚至跨越进阴性的暗物质大门的时候呢，无论是算法还是预言的方法，都将被人工智能所取代。那么在跳脱地球之后呢，他还看到了一些场景。他说他就看到了地球的磁场会变弱，两极明显反转可能性在大大增加。以前的地球确实发生过两极反转。他说两极反转之前呢，以及反转的整个过程中地球将会出现大面积的自然灾害，而且电子设备以及通信系统故障会明显增多。但是他强调呢，两极反转并不会造成人类的灭亡。他还看到了人类将在50年之内会在月球和火星上建立永久的居住地。最后呢，这个比格斯就强调无论遇到什么困难，请大家一定不要放弃。所有的困难灾难呢，都只是这个事情将要改善之前的一个必然的过程和结果。只要坚持下去呢，黎明必然会到来，一切呢就都会好起来的。那么大家认为呢？那么好了，
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啊，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